颜色比较特别啊，跟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向日葵颜色不是很一样。好了，跟我一起来学习吧。首先的话，我们要准备一个这样子的甲型，是由长尖型剪掉尖尖变成了一个芭蕾 T， 然后给它做一个底色。底色的话，我这里我看一下，拿一个白色。底色的话，我可以随意的给它做一下白色或者是乳白色吧。啊，先上个底胶吧。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现在在构思呢。好，我们先给它上个底胶。把我前面的那些就是什么云锦粉啊什么的用起来。我想做一个，好无就位，321开唱。我想做一个就是之前有做过的一个打底啊。好，然后底胶照灯时间30秒，趁它照灯的这个时间呢，咱们把这些云锦粉准备好。啊，就比如说是这种云锦粉，就是 bling bling 的这种小亮片啊，比较薄。不是那种妖精之瞳一样的那种厚亮片，这种是一种非常薄的，像金箔一样那么薄的那种云锦粉、云锦片。然后看一下，对的，然后再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再一个这个偏橘色的，这些你们在就是就抖抖上面搜一搜，抖音上面搜一下。对，你们在抖音上面搜一下，就是它有好多颜色，就是按你们喜欢的颜色来就好了啊。透明呢。好了，底胶照完灯之后，我们就把这个片片给它弄上去。因为就是底胶的话，它有浮胶嘛，对吧？照完灯之后，它就是粘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粉儿，把这个云锦片，好撒上去。然后撒的时候，我是撒在偏甲片中间的位置啊，这样竖着下来偏中间的位置。好。偏中间的位置，它的甲片四周看到没有？四周还有指尖后缘啊，这一侧都是留了空间的，整个就是亮片的空间就在我们甲片终端位置。然后呢，加上甲片比较长，所以说它整个的一个空间就是一个甲片居中椭圆形，上下延伸了一下，但是距离甲片周边仍然是有一定的空隙的。好，轻轻的用指腹给它按平，利用底胶这样子给它牢牢的连上去。拍拍拍，看一下亮片没有翘起来的地方，整个甲面就是比较这种平整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给它上一点其他的颜色，比如说我要不要隔离一下子嘞？比如说我隔离一下子，或者说我直接用一个乳白色，好，我们直接拿一个乳白色给它进行一个遮盖啊。对，在中间刷一个乳白色，好，往四周，好，往这边尖端铺上去，啊，这边尖上来一点点，就你看一下我这个色块的分布位置，这个色块的分布位置特别像奶牛纹3点定位的一个奶牛纹，就是在左上角区域啊，左下角偏中这个区域，然后这边啊左下角这个区域形成一个3点定位啊，1、2、3，只是这两个大色块中间是相连的，你这么去理解就比较好理解这个布局了啊。然后呢，我们用圆头笔放平，将乳白色的边缘轻轻的横扫虚弱化。对，因为我们直接去刷的色块上去，它的颜色边缘其实是很僵硬的啊，就是断层是很明显的色块的边缘线，我们需要这样子给它刷带一下，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更加的朦胧，像烟雾一样有虚有实，那么就不能有明显的色块交接。对，让它弱化，特别是中间色块交接处这里，我可以给它稍微的更加的弱化一些。好，就是把下面的这种欧泊片啊，亮晶晶的欧泊片，就是给它进行局部的遮盖，露一些明显的出来，像这一块就是露的明显的，那像被乳白色遮掉的一些部分，那么它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状态。并不是说直接呈现到你的眼前，而是若隐若现的状态。好，将色块的周边啊，我们就稍微给它这样子雾化一下就可以了。只要色块不是说非常死板的，这样吧唧一下放上去啊，只要它的色块边缘有这种弱化的效果，咱们就 OK 了啊。然后照灯时间30秒。如果说你的乳白色做完晕染，甲面其实是有一点凹凸不平比较明显的话，你们可以给它用加固胶做一下隔离啊，不过呢，加固胶最好是用软加固，如果是顾客手上的话，那么没关系，流平胶或加固胶
隔离一下、早平一下夹面都可以。如果说你是做穿戴甲的话建议大家用软加固把甲面早平一下，因为甲油胶做了晕染之后，因为晕染有虚有实有深有浅，那么甲油胶去做出来的晕染，它肯定甲面是会有些凹凸不平的因为有的地方胶会厚，有的地方胶会特别薄，甚至有的地方没有胶。早平一下子甲面的话，会更加的就是说光滑，做彩绘的时候会更加的方便，甚至于层次感会非常的好。那么这里的话，我当然就我就不加了。说了半天就是不想加，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加了它的好处是什么。我是因为上面画彩绘我没有关系，我不想去做层次感。好，然后接下来拿出我们的白色彩绘胶，白色彩绘胶和这个小花笔小花笔，白色彩绘胶和小花笔取上胶，我们来画一个就是那个向日葵我们来画一个向日葵。首先把向日葵的花心给它定下来，我看一下定2个吧。好，这里一个，这里一个。OK， 我来画一个这样子斜向错位平行的花朵。首先中间先定一个圆形色块，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花心。好，画一个色块，圆形色块。OK， 这个就是它的花心，然后花瓣呢就围绕着这个花心去画。这一步其实用万能笔去会更好画一些用万能笔。然后这里我们来画花瓣，如果说是用小花笔的话，我们不要用正面，因为就是向日葵的花瓣它是有点接近于那种两头尖中间胖的花型两头尖中间胖的花型，我们就不能用小花笔的正面去画，你得稍微的把笔稍微的侧一下，稍微的侧一点点，把正面往侧锋这里45度角微微侧一点了。因为侧锋的位置你会发现侧锋的位置笔尖就会薄一些，就容易画出尖。45度角别侧太多，好，有尖之后压笔提笔收。好，然后均匀的排开，围绕着这个点儿，我围绕着中间这个色块去画花瓣。好，就这样均匀的排开。基本上你就是尽量就是说多频次的去这样子取胶，不然画到后面你的笔毛上面就没有颜色了。均匀的铺展开，每一个花瓣之间的这个距离，它是平等的就稍微微微挨拢就可以了。好，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去画第2层，所以说这里的花瓣你会看到，它虽然说排的挺密，但是每一个花瓣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或者是虽然说紧紧的挨着，但是呢不影响我等一下去画第2层的花瓣。不要产生太过分的一个挤压花瓣，第1层花瓣。OK， 简单的打一个底，照灯。这个向日葵照完灯之后，底下这层白色照灯结束之后，我们来给它上一层磨砂水彩磨砂封层，先给它上色。好，整甲全涂一层水彩磨砂隔离，整甲全涂水彩磨砂隔离，稍微有点没照干糊了，小问题，小场面。水彩磨砂封层的话，照灯时间120秒。我们来调一下，等一下向日葵所需要用到的一个颜色酱紫色。传说中有一味酱紫色，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酱紫色怎么调的首先得把紫色取出来。课程里要入向日葵了，对呀，宝子。现在皮皮老师在给大家录课，所以说有的时候没办法看公屏。酱紫色取到调色盘上。我这里取的比较多好，酱紫色取到调色盘上之后，我们来加一个焦糖棕，这里焦糖棕，好，焦糖棕给它混进去，和这个酱紫色混合，紫色被冲淡了，得再来一点了。好，这个酱紫色的颜色就来了然后加一点黑色进来，
加一点黑色的话是把它的纯度给它降低，颜色稍微显得深一点点。好。OK。正好咱们的这个水彩磨砂也照灯结束，然后嘞，我们就开始把笔清洁干净之后啊，取一点水，少量的一个色粉给它进行稀释。少量的色粉进行稀释，先不要用加了黑色的那边。少量的色粉进行稀释，先让颜色变得清透一些。调完之后，笔上颜色太多，在纸巾上吸走掉一部分，然后再重新去吸。花瓣上我们快速的去给它上颜色，就这样压笔平涂，快速的在花瓣这里上一圈颜色。好，快速的去上一圈颜色。这个时候水是比较多的，没有去控水。故意把花心留出来了啊，稍微把多了的蹭掉一些。花尖上的颜色往花心推赶过去。好，压笔侧推，把花尖上的颜色往花心推赶过去，不要让这些就是说颜色在花尖上面形成堆积，颜色只能够在花心那个位置去形成堆积。好，稍微等它干一下，然后这个颜色的话偏梦幻，这么去看的话它是偏梦幻的。OK。看一下，等它稍微干一点啊。如果说我们要在上面去进行叠色的话，一定要等它稍微干一点。但是其实这里的话，叠不叠色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等一下去加第二层，第二层本身就属于是在一个叠色的一个范围了。就比如说你看花瓣间，有时候可以这样子去添一笔在花瓣上面，就是说，那你就这个花瓣添的这一笔啊，可以不用比它原本的花瓣大，就像叠色一样，可以稍微小一点，这样子它的花瓣颜色层次一下子就饱满起来了，就没有那么单调。但是这一步一定要等下层刚刚我们铺的这层颜色干了之后才能去加。花心的话，我们可以先用一个棕绿棕色加绿色，棕色加绿色。好，绿色加上这边的深棕色，深棕色可以多一点啊，绿色少一点，深棕色多一点。好，调成这样子一个棕绿的状态。轻笔控水，轻笔控水的目的只是说为了擦掉笔上刚刚调完色之后多余的颜色。好，然后取这个棕绿色，把它的花心这一块对，打上一个色块，打上一个圆形色块作为它的一个花心轮廓。然后这一层之后并没有结束啊。这一层过后还没有结束，我们要去做第二层花瓣了。第二层花瓣可以不要像第一层花瓣一样那么的随意，第二层花瓣精致一些。我们可以用这个万能笔也就是说这个小胖子笔，万能笔取白色彩绘胶。为什么用白色彩绘胶而不用白色水彩？为了让整个花更立体，因为毕竟彩绘胶的话，它就是有一定的厚度，水彩的话还是太过于平面，彩绘胶有一定的厚度，做出来的话，它始终会更加的立体一些啊。然后我们就是在两个花瓣中间画第二层花瓣，两个花瓣中间画第二层花瓣，可以画小一点。比第一层花瓣范围小一点，压笔提笔收，这样画进来。好，是可以稍微盖过一点它的花心。这两个花瓣之间有一定的缝隙，找机会穿插一个进来，可以稍微小一点。OK， 你看我第二层的花瓣没有去超过第一层的一个范围啊，还是比较低调的。虽然说是夹在中间，但是尽量的给它露了一点出来。甚至于我的花瓣有胖有瘦，有胖有瘦，看起来的话就是长得比较像野花。
好，这样围完一圈差不多。好，看一下这边。压笔、提笔、收，一个基础笔法啊。压笔、提笔、收，好，这样子一个基础笔法。好，你甚至可以给它画一点叶子，就这种圆圆的叶子，圆圆的叶子，又大又圆的叶子，带个尖儿。好，又大又圆的叶子，带个尖儿。就在这些两个花的中间啊，还有指尖这些空隙的地方，给它填满。好，这一步之后拿去照灯，照灯时间120秒。好，然后这边白色照完灯之后，一样的用一个水彩磨砂封层去给它做隔泥。因为这里我们又用到了白色给它做花瓣打底，又需要去在白色上用水彩去进行上色，所以说这里我们再一次用磨砂去隔泥，而且我只涂刷了白色的那个地方，比如说花瓣和叶子的位置。这个时候你看我的磨砂封层，甚至有些地方都没有刷满，比如说它的甲片尖端甲片尖尖上还有边边上这些地方，有些位置都是没有刷满的。好，照灯120秒。我在这个酱紫色里面再加一点点棕啊，再加一点点刚刚我们已经添加过的这个焦糖棕。好，加一点进去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整个色调再偏黄一些。好，把笔清洗擦干净。好，然后在水杯里面打湿。杯边上刮一下多余的水甚至于你在手上都可以这样捋一下笔毛，捋的同时把多余的水分让它停留在皮肤上面，然后笔尖正常的去取我们刚刚加了棕色的这个颜色。好，在它的花瓣上压笔侧推，将颜色铺展开来。好，往花心这个方向去堆积如果说笔比较干，控完水之后，笔尖再加一点水，打湿，再加一点水就可以了。好，压笔侧推。压笔侧推，就这样很快速的就把这一层花瓣给它围完了，一笔带过即可。然后你会看到我每一笔都是从花尖往花心收的，对吧？而且我提笔提的特别快，颜色带到花心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色彩堆积，这就是故意的，为了让花瓣颜色自带层次效果。好，刻意的去把第二层花瓣的边缘，加重一下颜色，勾勒一下，对，加重一下它们的一些轮廓色。好，是不是更立体啦？继续，这边也是一样的铺色的时候快速一点，没有啥技法，平涂。压笔侧推平涂手法，从花尖儿对给它收到花心。这里的颜色有点多了，在纸巾上擦掉一点。从花尖儿压笔提笔收到花心。好，等颜色干，等颜色干了之后，把第二层花瓣两侧的边缘稍微勾带一下。对，这样加重它们的花瓣轮廓感。好，花心当然不是就这样子的一个棕绿色了花心的话，我们这边用的是一个深棕色，就刚刚调棕绿色的那个棕深棕色，你可以焦糖棕里面加一点黑，它就变成了深棕色。深棕色。好，深棕色在边缘花瓣的这个位置，好，先加一点点一点这种竖的小花蕊，往花瓣尖端，这样侧推横扫出去，短一点，不要太长。好，侧推横扫出去，你看这种就太长了，旁边来点小的，好，然后在中间加一个圆形色块，
OK， 这个也是，先在花瓣根部压笔侧推扫一个色块，往外侧推横扫出去。好，中间加一个椭圆形，一个圆形色块，周边要留一点边啊，你要给它留一点这个棕绿色的边边出来。好，如果说你不小心把圈画太大，没有去给它留那个边边出来怎么办呢？你洗色啊，你得给它洗出来。对，你洗色也得给它洗出来。好，花画完了之后，天，我本来想做一个重色的，我突然感觉我给它做成了一个偏仙气的。那你这让我不太好去安排叶子呀。叶子怎么办呢？那就用黑色加重吧。叶子的颜色黑色。好，黑色干嘛嘞？黑色跟这边刚刚我们调的这个酱紫色啊，再混深一点，看一下能不能蒙混过关，去画一个叶子。洗完笔之后，你重新湿笔，然后重新湿笔，把颜色洗净，然后呢，在调色盘上去取色。笔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的啊。给它填一下色，不要把白色遮完的，最后的颜色是推到叶子里头。压笔侧推一个色块，好，尖端将颜色带进叶子的内部。好，白色，接下来我们用白色的水彩。白色的水彩取酸奶浓度太多了，刮掉一点。白色水彩我们去点亮一下需要提亮的地方，比如说，那花心周围这样给它点一点小点点，这样错落的这样排开围一圈儿。不是让你去点一排圈啊，是两个这样子错落的排开围一圈儿。好，轻轻的压毛尖点一下就可以了，不要点的太大，太大了就缺少精致感了。花瓣有些花瓣你也可以去添一下啊。对，倒也不必添得多么精致，就可能就是在花瓣的边缘上有一些这样，去添一下，左右两侧包一下啊，甚至有的花瓣可能就包一边啊，轻轻这样勾一下它的，不需要把它整个花瓣里包的特别死啊，不需要。好，你看就这种非常莹润的那种感觉，而且又有一点那种油画的感觉，虽然说做的不是很乱啊，还是比较干净，但还是会带一点那种油画风的感觉。OK， 叶子上给它加一根线，叶脉啥一线呀？叶脉啊，叶子上给它加个叶脉，线条勾细一点。加一点大点点，对，增加一下氛围感。这里我没有选择泼墨，是因为我只想要轻微的点缀2颗点点就好了，不需要太多啊。如果说你也可以选择泼墨的一个效果。还有一种就是你的这个点点点的比较大块啊，点点点的比较大块，轻笔控水之后洗色，好，把这个色块中间颜色吸掉，擦到纸巾上，对，吸掉擦到纸巾上，它会变成一个镂空的效果。那把这个大的白色小底儿中间洗色，用笔尖将颜色吸掉，擦到纸巾上。啊，这是下面的。天哪，想做一个暗黑的，结果做成了一个这个啥风格呢？说不出来这是啥风格。
救命！好，现在呢，我们给它上底胶封层啊，先底胶整甲全涂，然后照灯，再去上封层。对，底胶整甲全涂，包边照灯30秒，再封层整甲全涂，包边照灯120秒。你们觉得这个应该给它配什么饰品合适？妈呀，这个太人间富贵花了吧！来，我先就是给它照一下灯啊。好，倒置一下再去照灯。主甲的这个花卉操作完了之后，我们再操作副甲。副甲就简单的涂一个纯色啊。这个纯色的话，我用的是一个猫眼的奶茶色猫眼。如果说你们有那种珠光色啊，有这种奶茶色的珠光色，或者是那种纹理胶都可以啊，用这种浅一点的颜色。然后呢，就是乳状的，透一点，刷薄一点啊，不要刷太浓，不要用实色。然后。这只猫眼它就这样子涂上去也很好看。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吸一下，毕竟是猫眼嘛，对吧？也可以这样子给它吸一下光。好，把光集中在中间之后，然后又从后缘这里给它往前推到指尖。好。有一点点那种珠光效果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们本身就不需要给它做的吸的多好看。好了，然后拿去照灯。照完灯之后，你不要忘了还要给它涂封层。我们饰品的话，在封层上面去贴啊。好，拿去照灯。然后我把大拇指给它贴上。这里的话，我们就要说一下了，大拇指和中指、无名指的话，咱们都是做的花卉，都是一模一样的底啊，打底的方法步骤一模一样。然后呢，花卉的画法也是一模一样，只不过呢，它的摆位不一样。大拇指的话是这样斜向对角的这样子2个摆位啊，不是斜向对角，是有点主次叠加那种感觉的啊，2朵花斜向。然后呢，这颗中指花朵是单个花朵在指尖，那这边一片叶子，这边一片叶子，然后我还加了一点小花。那就画了4个白色色块，然后用棕色去给它上了个色，这样子。好，然后这颗无名指的话是画了2个也是成为这样子主次叠加啊，偏就是对角的那种感觉，但是是比较靠近甲面中间的。这个只画了一半，然后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画了3/4啊，中间2片叶子在这个位置。对，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细节。这2个正好位置是反的哦。然后呢，贴的饰品的话是水晶珠和这种平底钻。小平底钻，还有这个水晶珠，我已经和封层混合过了啊，是跟封层混合的哦。OK， 因为这个水晶珠是需要全方位包裹，所以说我先让它跟那个封层全方位360度无死角的包裹，等一下就不用再单独去封个封层了。然后这里贴饰品的话，我们是用的粘正胶。我们要贴在哪个位置？可以先把这个粘钻胶，我刚刚说错了，这个是粘钻胶。可以先把这个粘钻胶看一下，你要贴哪个位置？贴哪个花花中间嘛？好吧，贴哪个花花中间吧。好，然后把这个上面裹了封层的水晶石夹一个起来，给你们看一下啊，上面裹了封层的水晶石，好，贴上去。贴2个吧。然后这个钻的话，因为钻它不需要，就是说封层钻面上的话是不需要的，所以说咱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粘钻胶上面就好了。好，就这样，拿去照灯吧。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贴1块水晶珠或2块水晶珠，然后贴这种小平底钻在旁边。好了，主甲3颗主甲我们拿去照灯。
然后主甲的结束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副甲，两颗副甲食指和小拇指都是这样子同样的底色啊，同样的操作方法。然后饰品的话，除了水晶珠和平底钻，我们加了一个这样子的后贝壳啊，这种后贝壳，哎呦，它不见了，它飞走了，重新夹一个，手剩不多了。好，后贝壳的话，我们底部给它粘一点粘钻胶。OK， 定个位置。像这种比较长的这种，你一定要么就斜向，要么就竖着啊，不能横着去贴，因为甲片比较窄，不然贴出来就不好看了。好，这种水晶石，给它往周边堆在周围。这个贝壳的中间给它加一点封层啊，对，贝壳要封封层，封完之后它跟水晶珠一样，封完之后这种效果跟不封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来一颗异形钻，异形钻选一颗小桃心，小桃心。或者是小星星好像也不错，但是我想要小桃心。水滴也不错，算了，就用小星星吧。小星星底部加一点钻胶，小星星表面是钻的表面，哎呀，钻的表面是不需要封层的。钻的表面不需要封层，但是钻的底部一定要包边，所以说我才会用底部去粘钻胶，然后呢直接放到这个贝壳的上面。推一推位置。想贴一个长的，比如像瓜子儿啊这种。调整位置啊，擦一下边边上多余的。上灯。好了，这个饰品贴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款式就结束了啊。然后饰品的话，因为我们贴的就是方法不一样，是封层又混着粘钻胶，就是一次性给它贴完了的。所以说大家照灯时间可以照的长一点点，就算周围有一些溢胶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整体的饰品的话是有水晶石在里面做搭配，所以说旁边的溢胶就可以就是说当做水晶石的一部分，它只会让整个饰品更加的就是说剔透啊通透那种感觉，不会就是说影响到美观啊或者是精致感。然后整个款式的话就结束了，向日葵款。大家可以就是说看一下细节，看一下构图。